我军空3师飞行员驾驶的歼七飞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最高高度击落敌机的记录，多高呢？20300米和20400米的高度，两架飞机连续开炮，最终将这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击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今年的11月1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纪念日。7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空军装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10月1号，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我军的战机，基本上都是靠缴获得来的。这里面包括P-51战斗机、文式多用途飞机、C-47运输机以及一些教练机和通讯飞机，可以说全是大牌货。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建设，我们先是通过引进装备的方式，使我们的人民空军一步跨入喷气时代，而且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战果。那么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我们用的装备基本上都是国产的了。从1956年开始，我们先后生产了歼5、歼6、歼7、歼8等不同的喷气式战斗机，其中歼5、歼6、歼7都是仿制生产，并且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改进。那么国产战机一共取得了多大的战果呢？可以说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驾驶这些国产战机为保卫祖国的领空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说1958年台海空战，我们自行生产的歼5战机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就击落击伤台湾国民党空军和美国军机10几架，击伤若干架。而歼6战机是我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主力战机之一。这款战斗机先后击落敌机11架，同时还击落了11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而自己无一损失，是世界上第2代超音速战斗机的早期型里面战果最辉煌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徐开通驾驶的歼6战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首次用有人机击落无人机的战例。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高翔驾驶的歼6战斗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超音速战斗机击落敌超音速战斗机最近距离的记录。他从210多米的距离开炮，一直打到39米才脱离。这样的记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飞行员敢这么做。而我们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另外一款主力机型叫歼7，这是一款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歼7战机，先后击落了6架美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我军空3师飞行员驾驶的歼7飞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最高高度击落敌机的记录，多高呢？20300米和20400米的高度，两架飞机连续开炮，最终将这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击落。这个记录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空军无法打破的一个高度记录。由此可见，为了保卫祖国领空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驾驶着国产战机，充分发挥其技术性能，同时通过严格的训练，找到了克敌制胜之道，才能创造出这么辉煌的一系列的世界纪录，而且是世界的空战纪录。当然，除了人民空军的航空兵部队之外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可以说也创造了很多的世界之最。比如说，在世界空战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高空侦察机，战例发生在1959年。而且我军的地空导弹部队还先后击落了5架 U2 型高空战略侦察机。地空导弹部队和航空兵部队是我们国土防空的主力，但是不要忘了，人民空军的高射炮兵实际上取得的战果更多。他们不但在保卫领土领空的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多次出国作战，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战果，击落击伤数千架美国空军的飞机。我们打下敌机的战机
基本上都属于国产的第一代战斗机、第二代战斗机，也就是歼5、歼6、歼7。那么在此之后呢，经过我们中国航空人的努力，我们终于从仿制生产到了改进生产，最终呢发展为自行研制，使我们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后来成立的陆军航空兵的武器装备水平呢不断的提升。比如说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高空高速战斗机歼8，它的综合性能就全面超过了歼7。那么歼8的改进型歼8-2是一款飞得高、飞得快，而且全天候能力比较强的、具备中距空战能力的歼击战机，它可以说是第二代战斗机的顶尖作品。在此之后，在跨世纪的阶段，我们中国的航空人经过努力，终于开发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那么歼10的列装大大的缩短了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2011年1月11日，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隐身重型战斗机歼20首飞上天，从而使我们加入了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具备的研制隐身战斗机的行列。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当然，战斗机的主要使命是国土防空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那么要想建一支战略空军呢，还必须成体系化的发展我们的装备因为在建国初期到后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中国空军的装备还存在着很多短板的。比如说没有空中加油机没有空中受油机，没有预警机，没有电子战飞机，没有指挥控制飞机，没有吸力战飞机等等。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拥有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警200、空警2000、空警500空中预警机，有了轰油6空中加油机、歼8D、歼10系列空中受油机，从而呢使我们的腿儿更长，眼睛更亮，看得更远，打得更准。除此之外呢，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还开发出了系列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空中指挥机、反潜巡逻机等一系列的特种飞机。未来的空战是体系的对抗，如果你体系不完整、不健全，那么空战中或者是空中战役中你很难战胜对手。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些短板基本补齐了。下一步发展呢，应该说是在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它的技术性能。当然武器装备发展了，我们的训练也要跟上。那么近年来呢，空军通过一系列的高强度的模拟对抗演习来磨砺和提升我们战斗员、飞行员的作战能力。人民空军正在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这个战略方向不断的向前迈进。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